总之就是好的房仲，这个好这个时机点不一样，好的地方会不一样这比较难解释啊，我说给你听比方说你是自住那你在挑未来要住的房子嘛，那你挑房子你就会挑到爆你就会希望有一位房仲怎样，他的好是好在说他帮你议价然后就帮你去打动屋主啊，这个很辛苦啊，那年轻人成家不容易啊，这真的帮你编故事然后把价格往下拉他帮你挖掘出邻居的水准怎么样，这个千金买屋万金买邻嘛帮你了解清楚房子大大小小的细节那帮你在下大雨的时候开门让你看帮你在太阳正要下山的时候开门让你评估说这个西晒有多严重这时候房仲的好是好在这种地方，体现在这种地方那你现在是要买来置产房仲的好就不一样好就好在哪里？好在他不会烦你。先说结论找另一半要媒人，挑房子也是会有媒人这角色，就中介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有人买房子会亏钱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买房子比找另一半还难吗？对，真的难买房子这件事情在于说，它困难的地方在于说，它没有试用期没有试用期，而且付出的成本就很巨大那接下来就是政治不正确的话请仇男仇女派就先离开。就是你要找另一半结婚的话，除非是那种以前相亲嘛然后当天就结婚了，就什么掀起头盖来，对不对？完全都没有认识，然后就直接要成亲这样。不然以现在社会来说，在结婚之前的交往其实都算是试用期就看看双方能不能相处得来。人家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嘛，然后好不好用这样。我说的是用心那但是买房子就没有办法试用因为不然你就跟他10天要求10天住在里面但是每一间房子的体验都有巨大的差异，就算同一个社区，不同楼层、不同朝向、不同位置的房子，居住体验都会蛮不一样的。比方说1楼这个采光比较差顶楼被太阳晒得很热那马路的房子很吵这些你没有自己住过之前，你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接受，你只能推测然后问中介，他一定跟你说没有好，那问前屋主不会大概都是这样有点赌博的味道在里面。而且现在买房子大概就是要持有一段时间5年，就算你后悔了还是把它撑过5年比较理想。所以你要知道，想买对房子那反而要先弄清楚的不是那间房子，而是市场想买对房子要先弄清楚市场问题来咯，你在结婚以前，对象可以一直换到你觉得适合的为止。但是买房子你又不可能叫人家就给你试住，床什么的，冷气都先帮你用好，那你又要怎么挑房子呢？这里难的地方就在于说，你在买房子之前会有很多的要求。我们一样拿找另一半来做比喻我相信你在找第一个对象的时候，一定都受了这个日本爱情动作片的很多启发那男的就是希望什么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是希望温柔多金8块腹肌。但是当你踏进了这个恋爱市场之后，才发现这种物件并不存在。如果它真的存在它也是让你无法负担的成本而买房子也一样你会设想很多条件，例如坪数要大，总价要低，屋龄要在10年以内，最好是在精华地段，然后你就会跟现在一样，一直找不到对象。你说这些条件其实都很正常，但是这个叠加起来的时候这个符合的条件就会非常非常的少那最后你要知道，买对房子找对房仲很重要如果你之前有看过我的影片，一定知道我在高雄置产，我都找那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嘛那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我这种伸手的，我干嘛不自己考个中介牌，我自己来卖就好我要买的房子我自己去签，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一样找房仲原因就是就专业的房仲很屌真的很屌他就跟媒婆一样知道你现在的条件适合哪种物件，能够帮你省去大量的筛选时间，真的是这样还有我不是很常讲剧本嘛，对你有看我影片应该都知道剧本强的房仲就是他就很懂剧本这回事，他就会帮你规划的好了，然后他不是拿这间房子问你要不要买，他是说那帮你规划这个剧本你觉得怎么样对我们打个比方你现在要去找对象，然后你跑去玩交友软体，然后系统每天匹配50个对象给你你喜欢的你就往右滑不喜欢你就往左滑但是现在你要买房子，谁帮你匹配
好，就算你很勤奋，你去刷591好了，那你就一直刷也刷不完啦。所以最佳解是什么？就是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房仲合作，并且你就持续跟他合作，让他来帮你媒合你的房子。你说这个做法有没有效？至少在我看起来，这10年看起来啊就很有效，就很顺利啊。我也有买到我想要的房子啊，我卖房子有卖到我想要的价格那就是这样。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买房子比找另一半还难吗？我先跟你分享了找房子的难处在于他们没有试用期，不同的房子居住体验差异很巨大。那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在购屋前完美的去确定它的条件。那现在你住进去或是持有时间都拉很长，这就会造成说你后悔了也很难改变。所以像那个从后退税400万要是买错了，你买下去房子很好没问题，可是邻居吸毒。邻居骚扰你们家小朋友，什么有的没的，那变成你要搬家，从后退税赶快用一用就这样。好，那我的建议是在买之前你要很清楚市场状况，就你知道谈恋爱是怎么一回事嘛？你要谈下一个恋爱也会比较快那买房子也是，在进场之前，你一定会有很多梦幻泡泡但是此时最好的解法就是找到一个信任的房仲，因为专业的房仲他就跟媒婆一样，能根据你的需求来匹配合适的房子，来帮你节省筛选的时间。至少以我的经验是这样，我买到的房子都是我想要的最后我想问你你是怎么找到信任的房仲？我问的是怎么找到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想要找我讨论讨论未来房市的变化，记得订阅加分享这个频道到你的赖群组A 片群组也没关系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或是加入我的付费频道会员我在里面讲了很多不方便公开的房地产八卦可以分享给你欢迎加入。讲八卦我们讲是这样讲但实际上你从自住开始脱离了，要到下一件开始要自产的时候你不是在挑自住房屋，而是在挑自产物件的时候你重视的东西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到时候投报率会是你唯一的依归嘛，因为你不是要自己住你日后是要出租。那像我已经是很佛心的房东了我都主动跟租客说，你可不可以报租金补助？你要报你就报租金补助不是还想报就能报的，他要符合资格呢好，那我就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嘛那我出租之前我会整理房子，整理到什么？整理到我自己问心无愧。我真的是弄到问心无愧就是叫我自己来租我也 OK 的这种程度你看多少投资客都乱搞，反正他就觉得不是我自己要住，那管他的就乱弄，然后爱租不租这样都很脏没整理什么的。我们都是好好处理处理到我自己住进去，我其实蛮开心的，我才拿出来租好，扯远总之就是好的房仲，这个好这个时机点不一样，好的地方会不一样这比较难解释我说给你听比方说你是自住那你在挑未来要住的房子嘛，那你挑房子你就会挑到爆你就会希望有一位房仲怎样，他的好是好在说他帮你议价然后就帮你去打动屋主这个很辛苦那年轻人成家不容易这真的帮你编故事然后把价格往下拉他帮你挖掘出邻居的水准怎么样，这个千金买屋万金买邻嘛帮你了解清楚房子大大小小的细节那帮你在下大雨的时候开门让你看帮你在太阳正要下山的时候开门让你评估说这个西晒有多严重这时候房仲的好是好在这种地方，体现在这种地方那你现在是要来买来自产房仲的好就不一样好就好在哪里？好在他不会烦你不会一直凹你要加价而且他也很懂他有办法规划剧本，而且其实他当地比你还熟那你买多少投报，怎么规划剧本怎么跑，他比你还熟他帮你向屋主议价，他也知道他在议什么，他就要议到一个这个剧本这个投报你会买嘛对，然后之后只有一通电话打来跟你说来签约而且后面的贷款怎样都帮你安排好了。此时你要自产房仲的好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当你今天要卖房子你是屋主，你要卖这个房仲的好又不一样的就是不凹你降价东西整理有的没的小东西他们基本上店里会自己帮你搞定，然后成交速度又很快其实卖方要求的也是这个价格到了，然后成交速度快，这样就可以了此时房仲的好就体现在这个地方都不一样，你身份不一样，你看起来的好房仲都不一样，所以非常有可能你眼中的烂房仲
却是人家屋主眼中的好房仲哦，我都觉得这种立场不一样哦，房仲的那个应对进退都要不一样哦。这种当房仲会不会精神分裂？有没有现在就是当房仲的朋友哦，来留言讲一下啊？讲了你吃药之后精神状况有没有比较改善？影片看完了哦，我是买房阿元哦，我跟你讲哦，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追看女生哦。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哦，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哦，这个房子不能买哦，那个房子适合自住哦，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哦，你先看再说哦，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哦跟追女生很像啊？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哦，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哦。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啊，也都一堆幻想哦，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哦，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哦，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哦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哦。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哦，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那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哦，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哦。但是房子哦，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哦，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抛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哦。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哦，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哦，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哦。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哦，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哦，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哦。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啊，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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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啊，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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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